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虽然重庆出行搭乘轨道方便，但是进出车站或是转乘路线都要走很多路，很累，很耗时间，所以我们后面反而比较常打车出行。车资大概是台湾计程车的1/3到1/4左右。从上新街地铁站2号出口出来，面对马路左手边直走，穿过桥下后，左前方有一片小公园，沿着公园的小路走，最后再穿过左前方的桥下，便到达龙门号大门。龙门号老街，抗战时期聚集了不少大使馆，现在进驻了不少餐厅，气氛和3层步道完全不一样。不喜欢上下楼梯的，可以善用电梯。晚上夜景应该很漂亮，可远眺长江索道。晚餐吃串串，感觉上汤底和麻辣火锅一样，差别在食材用竹签串起来而已。环境有点脏乱，食材没有太好，胜在价格便宜。地铁出口旁的炒面炒饭摊贩，料理看着很有锅气，味道不错。相较于龙门号餐厅多，下号里则是咖啡厅多。抗战时期有不少商人扎堆住在这，建筑物另有特色。路过时被员工餐的卖相吸引，决定试试。新开幕，价位小贵，但味道确实好吃。没想到在景点里能有餐厅带给我惊艳的感觉。年轻的老板很好客，口音听起来很亲切。长江对岸就是湖广会馆，所以我们决定走路过去。这里是清初移民的重要据点，也是第一站。现在介绍明末清初的人口变化历史，意外值得一游。湖广会馆后，接着朝天门码头正好。没打算去湖广会馆的话呢，朝天门码头也不用去浪费时间。重庆来福士商场就不推荐了，朝天门码头和广场可以晃晃，看着两江汇流，遥想当年走水路入川的画面。晚餐不是这家，右边转角也叫纯阳。江湖菜一般来说口味比较重，后面的菜我分不出来谁是谁。你没看错，江湖菜就是这样，每道菜看起来都是差不多。回新楼就是一个打卡点，看个人喜好安排。
北81好吃街也是打卡点。我的重庆第一名餐厅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沙茶牛肉堡、手撕羊肉、烤串。没定位，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询问周围的人没有听过。除了手撕羊肉一般般外，剩下的每样都好吃爆了。没错，就是好吃到爆炸了。藕片、豆干这种小菜都让人想要再来一份。不起眼的小店，人均吃了90元左右。叫了一堆，一样不剩的吃得干干净净。我们是10月19号去，天气不好，遇到下大雨，没办法逛得很舒适，强烈推荐。市场旁边随便找了一家小面，好吃。光环是目前重庆在地人最热门的逛街购物广场，故市樟宜机场的热带雨林设计是热门的打卡景点，商铺都是适合周边居民的日常用品。Sacrificing love before you I will. You should be here with me. No wasting time, yeah, you've been on my mind. Don't overthink it, you were there from the start when my heart became yours. Don't say we're over, you should be here with me. I'm waiting for the special touch you give. I'm needing it more than I ever did. I don't wanna be a sacrificing love. Before you I will. 重庆的吃原则就是离开观光区，听劝别偷懒。麻辣火锅浅尝，串串就不推荐，首选小区旁的苍蝇馆。重庆的住远离解放碑，可以选择地铁1号线，或是江北区和长江南岸的地铁站周边。重庆的行，体力好建议坐轨道，快速又便宜；体力不好的建议轿车或拦计程车出行，价格便宜，只是进出步行街周边容易塞车。重庆的购物主推观音桥步行街，款式比台湾多。同行有人买到行李箱装不下，回程行李多5公斤。糕点、小吃和干货，建议去早市，物美价廉，保你满意。如果你问我重庆好玩吗？我感觉还好，但是值得你去一次。